老八，你什么时候去秋游？老太太问着战月。战月说道：我随时都能安排好时间。小雅可能不方便吧，她休假也就是休1天，就是过年她都要轮着去上班，能休2天的话就够了。你用咱们家的私人直飞机来回快又方便。曾小雅，战奶奶不用那么麻烦，我的确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出去旅游，休假时在省内自驾游就行了。老太太退而求其次，当即接话：那行，等你下次休假，就让老八开车来接你，咱们一起省内自驾游。咱们省内也有很多地方的秋景不错的，省内自驾游我可以跟着，阿印不会说什么的。曾小雅听到老太太说省内自驾游会跟着，她想了想后说道：到时候再说吧。行，我们决定好了，会告诉你时间的，你看看那天能不能休假就行，其他事情都不用你操心了，也可以叫上你二叔二婶，他们天天守着诊所也无聊的，闲时出去走动走动也好。老太太没有忘了拉拢好曾二叔二婶夫妻俩，知道曾小雅的父母兄弟都不在家，爷爷奶奶也不常回，就二叔二婶和堂弟跟他是在家里的。他跟二叔二婶的关系极好，曾小雅的长辈就是他家老八的长辈，当然要拢好一点。曾小雅说道：我二叔估计走不开，二婶还可以走开2天，除非诊所停诊几天，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二叔都不会停诊的。街坊们有点头痛发热要找他，每年也就大年初1二叔才会停诊1天。如果遇到熟悉的街坊不舒服，直接打电话给二叔，就是大年初1二叔都得给人看病。那到时候叫上你二婶吧，大家有伴儿也热闹点。曾小雅有点心动了，她说道：行，到时候我和二婶说说。老太太在心里想着，搞定，已经帮老八争取到2个相处的机会了，也不枉他今天演这一出。聊着聊着就到了管城大酒店，战月看到兄嫂带着小侄女站在酒店门口，扭头对奶奶说了句：奶奶，我大哥大嫂带着贝贝也来这里吃饭，还以为大哥休假半天会在家里下厨做饭给大嫂吃呢，可能是大嫂太忙了，不想来回跑，最后才决定来这里用餐吧。反正管城大酒店是他们战家的产业，大哥只要不回家吃饭，几乎都是来管城大酒店。贝贝也在吗？老太太望向前方，还真的看到了长孙夫妻俩。贝贝被海童抱着，戴着儿童口罩，玩具墨镜，又戴着一顶帽子，将小丫头的五官遮住了，不用担心会被媒体偷拍到正面照。管城大酒店是战家的地盘，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敢在这里偷拍战大少爷的，更何况战印夫妻俩给女儿做好了保护措施，就算不巧遇到余悸，让他们拍到了也无妨，拍不到贝贝的正面照。战月直接开车到酒店门口停下，战印上前来，体贴地帮奶奶拉开了车门，扶奶奶下车，看到后面跟着下车的曾小雅，战印微微的点点头：曾医生。战先生。曾小雅回忆点头，打过招呼。海童笑着和他打招呼，曾小雅看到他也忍不住笑。海童的笑容很暖，而海童也觉得曾小雅的笑容很甜很暖。据说他们家老八就是被曾小雅温暖的笑容以及那张瞧着就很有福气的圆脸迷住，一见钟情的，现在已经展开追求了，只是曾医生还不知道而已，总以为一切都是巧合。哪来的那么多巧合呀？那都是战月刻意为之的。大少奶奶，曾小雅叫着。海童连忙说道：曾医生别这样叫，叫我海童就行，或者叫我童姐吧，我比你大好几岁，你叫我姐也是可以的。童姐。曾小雅也不是做作的人，马上就改口了。上次见到海童还是在战月的病房里，好久不见，童姐更漂亮了。曾小雅由衷的夸赞。海童是2个孩子的妈了，但保养得很好，
看上去似乎和他一般大，都看不出来海童比他大了好几岁。你也很漂亮呀。海童穿着女士西装，身着职业套装的她，多了几分精明干练。跟几年前的她相比，她成熟稳重了很多，也添了点圆滑，毕竟已经在商场打滚了几年。跟以前开书店不一样，现在她做的都是大生意。曾小雅看向贝贝，这是你女儿吧？是我女儿。贝贝和曾阿姨打声招呼。贝贝看着曾小雅，甜甜地叫了一声曾阿姨。曾小雅拉了拉她的小手，不敢伸手要抱她，知道这个小丫头是战家的宝贝疙瘩。她和海童又不算熟悉，不好一见面就抱人家的女儿。贝贝却主动朝她伸出双手要她抱抱。曾小雅看着海童笑道：宝贝，要我抱呢。海童将女儿递过去让她抱，曾小雅没有犹豫，接抱过小丫头。战印扶着老太太一行人往酒店里面走去，很快便有人带着他们走秘密通道，避免与其他人一起。知道奶奶中午要过来吃饭，彤彤说不回去吃了，过来在这里等着，说不定能遇上奶奶，大家陪奶奶吃顿饭。战印解释一家三口在这里等着的原因，带着贝贝别在门口等，下次在雅间里等着就行。老太太说道，贝贝那么小，别被媒体的镁光灯吓到她。奶奶，我们帮奶奶做好了保护的，就算被人偷拍到，也拍不到她的五官。海童说道，他要在门口等，说想太奶奶了。老太太看向被曾小雅抱着的贝贝，说道，贝贝还说想太奶奶呢，见到曾阿姨了，都不记得太奶奶了。想太奶奶，小丫头奶声奶气地说道。老太太笑，太奶奶也想你了。贝贝要下地，曾小雅放她下地，她还没有走上2步呢，就被战月从背后抱了起来。贝贝可有想八叔？不想。小丫头老实地答道，八叔都不带贝贝玩。战月故意一副很伤心的样子，八叔可想贝贝了。贝贝居然不想八叔。八叔没时间吗？下次有时间了带你出去玩。小丫头这才给了他八叔笑脸。那么多叔叔，他最喜欢的其实是九叔。九叔最会玩了，也经常带他玩。进了雅间，大家坐下后，服务员便开始上菜了。不用问也知道是战印夫妻俩提前点好了菜。曾小雅一开始还有点拘束，很快她就甩开了那点拘束，因为大家都没有把她当外人，对她就像对家人一样，自然得很。这顿饭曾小雅吃得香，吃到快撑了。不仅仅是饭菜好吃的原因，还有是这气氛，她太喜欢这种温馨的气氛了。在雅间里，海童会帮女儿摘下口罩和儿童墨镜，让曾小雅看清楚了贝贝的长相。被这小丫头精致的五官惊到，连夸了好几次贝贝太好看了，怪不得战家人那么宝贝这个孩子，放在他曾家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这么可爱的孩子，人见人爱啊。饭后又上了饭后水果，大家聊了好一会儿。老太太便对战月说道，老八，你送小雅回去稍作休息，再送她去上班，我跟你大哥回去就行。好。曾小雅看看时间，她回到家里还能睡上半个小时再上班。她起身告辞，老太太提醒她，小雅，下次休假记得去老八家里陪我聊聊天，我让人给你做好吃的。是了，让老八下厨给你做好吃的，尝尝他的厨艺不输于这酒店的大厨。曾小雅笑道，战奶奶，我休假时就告诉战月，答应了战奶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我先走了。他向大家说了再见，又给贝贝塞了一个红包。这是他悄悄找了个机会包的红包。第一次见贝贝，总要给见面礼，没有准备到见面礼，就给个红包吧。贝贝接过他给的红包，奶声奶气的道谢。战月和曾小雅先行离开，看着他们走了，海童笑问老太太，奶奶怎么样？我亲自出马，肯定比老八好太多。
已经提前预定了小雅2次休假的时间，一次请她去老爸那边做客，陪我聊聊天，参观一下老爸的房子，也能让她尝尝老爸的厨艺，走走老六的养胃路线也不错。下次休假就让老大带上我和他，还有他二婶，一起省内自驾游赏秋景。海童朝奶奶竖起大拇指，不愧是奶奶，厉害。奶奶要是男的，但凡是奶奶看中的女孩子，怕是都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老太太笑道：“我下辈子投胎当个男人看看。”老八是顾虑太多，脸皮还是薄一点，没有奶奶这般老不要脸的。海童扑哧的笑：“奶奶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老八是真的很喜欢曾医生，太在乎了，就小心翼翼的，生怕吓到了曾医生。他还有个情敌，不过也不用怕，他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老太太对自家孙儿也是充满了信心，又有他这个军师在。时间不早了，彤彤，你上楼去，在阿印的总统套房里休息休息，下午还要上班呢。阿印送我和贝贝回去，他在家里睡上10几20分钟，下午也有精神上班。好，海童还是送着他们出了酒店才折回来，上了顶楼，在战印平时休息的总统套房里稍作休息。战印则是开车送着老太太和女儿回家。上车后，2个祖宗就睡着了。老太太抱着贝贝，她靠着车椅子，贝贝窝在她的怀里，一老一小睡得香甜。战印想和奶奶说话，说了几句得不到回应，透过车后镜才看到2人睡着了。这得是多困呀，上车就睡着了。战印都羡慕2位祖宗的睡眠了，他就没有这么好的睡眠速度。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想一想工作上的事才能睡着，有时候想得多了反而会失眠。战月送曾小雅回到曾家诊所，他对曾小雅说道：“小雅，你先午休，我去看看我房子的装修，半个小时后我在你家门口等你。”好，你要不要也休息休息？我等会儿在车上睡10几分钟就行，下午再喝杯咖啡，绝对精神抖擞。曾小雅笑笑，没有再说什么，下了车向他挥手说再见，便进了诊所。中午时分，诊所很安静，没有病人。二婶应该上楼了，只有二叔躺在那张摇椅上，似是睡着了，但听到脚步声，他马上就睁开了眼睛。见是侄女回来了，他人跟着坐起来。小雅回来了，我以为你直接去医院了呢。曾小雅中午不回来吃饭，打电话告诉了二叔二婶的，免得叔婶等着他。时间还早，回来午休一会儿，等下再上班。二婶去睡了？上楼去了。战月请你去哪里吃饭？他怎么请你吃饭呢？无缘无故的。二叔这话是暗示侄女战月对侄女有想法。曾小雅没想那么多，说道：战月陪他奶奶去我们医院体检，挂了我的号。战奶奶体检完，遇到我下班，他老人家非要请我一起吃饭，盛情难却，我就去了，还见到了战少夫妻俩，以及他们那个宝贝女儿。外界都没有人见过小姑娘的样子，长得真的是浴血可爱，可爱极了，一点都不怕生，第一次见我都要我抱，真想将她抱回来养呀。曾二叔在心里腹诽，真是傻丫头，人家把你当成一家人对待了，你还傻兮兮的。战家不是把小雅当成一家人，怎么会让她看到战家那个宝贝疙瘩的真面目？管城人是知道战家大少爷生了个千金，但那位小千金长什么样，除了与战家关系亲密的，外人都看不到那位小千金的真面目，保护得极好。二叔，我想大家对战家的评价是真实的。跟战奶奶还有童姐一起吃过饭后，我相信了大家对战家的评价，是真的很好。战奶奶就像我亲奶奶一样，童姐对我就像对妹妹一样，虽说战少话不多，偶尔和我说话也是态度温和，像位大哥哥。曾二叔再次在心里腹诽，这丫头呀，
被人家卖了都还会帮人家数钱呢。战月的那些家人都在帮着战月追他家侄女呢。曾二叔是看破不说破，由着战月慢慢的融化侄女的心吧。他觉得侄女是更喜欢战月，那小子长得太好，各方面都很不错。